江爷爷抓到一只正在破坏自己油菜花的熊猫幼崽，而作为没事熊的辉宝则一直在旁边看热闹。江爷爷打算将这只破坏自己油菜花的小熊交给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也就是他的妈妈爱宝，因为江爷爷抵挡不了他的撒娇卖萌，一旦看到撒娇卖萌就没了脾气，所以只能交给他妈妈进行判决。但就在刚才，爱宝已经回家了。爱宝回家后，姐妹俩便开始了没有熊管的快乐时光。瑞宝抱着眼前的南天竹，顺势就躺了下来，小手一把就给南天竹的竹叶给薅了过来，然后自然的送进了嘴里。这惬意的样子有几分乐宝的风范。乐宝的基因着实强大，乐宝凭自己一己之力创造了3只迷你乐宝，姐妹3个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乐宝身上的影子，就连平时最文静的瑞宝都没躲过这强大的基因。瑞宝抱着南天竹，翘着小腿，吃得很是惬意。除了乐宝的基因以外，瑞宝也遗传了爱宝的优良基因。瑞宝发现有一节竹子掉了下来，瑞宝立马将其捡起来，先给掉落下来的这根吃掉。这是爱宝勤俭节约不挑食的基因。瑞宝乖巧地坐在南天竹前吃玩玩，简直要被瑞宝这可爱的模样萌化了。一会儿，江爷爷便走了进来。江爷爷看到瑞宝这一幕，也忍不住想拿出手机进行留念，但瑞宝看到爷爷来了，立马对南天竹失去了兴趣，来到爷爷身边和爷爷玩。没一会儿，辉宝也跟了过来。每次当姐妹俩看到爷爷来了，就会给手边的一切东西都抛到脑后，先跟爷爷玩。江爷爷和姐妹俩来到了小木床上，有依依看到江爷爷的手套破得有点太细碎了，想必应该是瑞宝和辉宝给爷爷抓破的吧，这得问3星集团要赔偿呀。江爷爷举着手机拍摄着树上的辉宝，瑞宝看到后不乐意了，不断的喊着让爷爷也给自己拍几张，不要再拍妹妹了。辉宝听到姐姐这么说，不乐意的直接跑过来揍姐姐，让姐姐消停一点，表示爷爷就是喜欢自己才拍自己的，爷爷不喜欢姐姐，所以不拍姐姐。瑞宝气不过，一下给辉宝推下了小木床。辉宝也不是吃素的，辉宝重新爬上小木床，对着姐姐一顿拳打脚踢，给姐姐也推下了小木床，成功给自己报了仇。8年前乐宝在山东临沂洞植物园的时候，早上奶妈上班后，奶妈先是给乐宝清理了一下园区。乐宝看到奶妈来了，开心的站在门前和奶妈打招呼。乐宝吃剩的竹子和青团分布在园区的各个角落。打扫完乐宝的青团后，饲养员发现乐宝的大摇椅昨天又被乐宝碰掉了，奶妈和男饲养员为其重新进行调整。此时是12月份，天气比较寒冷，饲养员发现摇椅的扶手昨天被乐宝啃坏了，重新安置好后，饲养员检查了一下摇椅的质量。乐宝听到奶妈回来了，激动地坐在门口等待奶妈。奶妈将去往室外的门打开，给乐宝在外面放置了2根竹子。乐宝此时还不饿，正在室外园区遛弯，而奶妈则继续为乐宝打扫室内的卫生。地上的竹子残渣是乐宝一晚上的成果。另外，奶妈发现乐宝的饮水盆被乐宝拉满了青团。韩国主持人看到了这一点，表示原星在都江堰基地时饮水盆比这个要高，而这里比较矮。他在吸取这2地方的经验，为以后乐宝到韩国时做打算。之后，奶妈为乐宝继续清理青团。这时候的乐宝就有了爱干净的习惯，青团都拉在地上，小亭子上干干净净的。而此时乐宝正在室外做早操，围着园区跑步热身。乐宝吃剩的竹子和铲的青团收拾了满满一大桶。收拾完房间里的垃圾后，奶妈开始为乐宝冲洗地面，每一个角角落落都冲洗得很干净。乐宝这儿刚才在室外跑累了，来到了水池前喝水，奶妈很快便将房间收拾干净了。之后饲养员为乐宝搬来竹子，给乐宝放置好，将回家的门打开。乐宝走了进来，乐宝先是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小蓝桶里有没有小零食，之后又仔仔细细的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全部检查一遍后，乐宝才来到竹子前进食竹子。乐宝从中选了一根，简单的对其剥了下皮，然后便开始了大口咀嚼。这类竹子比较符合乐宝的胃口，乐宝没有出现挑食的迹象，每根竹子乐宝吃的都很干净。从乐宝吃竹子时可以看出，乐宝的咬合力非常的厉害。乐宝吃了一会儿竹子，饲养员又来为乐宝送小零食以及竹笋。乐宝看到之后，目光便挪不开了，紧跟着饲养员要小零食吃。宝和华阳小时候可谓是两小无猜，每天吃饭睡觉玩耍都在一块儿，不过彼此也会相互打闹。今天华阳就绕到了爱宝的后面，偷咬了爱宝一口，给爱宝拽到了怀里，然后顺势给爱宝推了下去，咬爱宝的屁股。由于此时是在坡上，俩熊不小心一下滚了下去，爱宝顺势一屁股坐在了华阳的脸上。爱宝感觉自己屁股下面软软的，华阳一个翻滚给自己挣脱了出去，然后继续欺负爱宝。爱宝真是从小被熊烦到大，
小时候被华阳烦，长大后被福宝烦，一直都没消停过。华阳和爱宝从坡上打斗到坡下，依旧没有分出个胜负。不知道爱宝的双胞胎熊猫宝宝长大后会不会也会像爱宝和华阳一样这么搞笑？要是如此的话，姨们可有的看。俩熊不断滚落，棋逢对手，难分胜负。爱宝给华阳顶到了树上，想要挣脱开，而华阳就像福宝的小时候一样，爱偷咬爱宝的脖领子。爱宝被华阳按在了身下，等爱宝要还手时，华阳抱着小树就往上爬。爱宝不想和华阳玩了，自己跑到了坡上。华阳看到爱宝好像生气了，赶忙从树上下来，和爱宝认错，跟爱宝说对不起。而此时的乐宝正单身狗一枚，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后的小娇妻正在和别人玩得火热。不过反过来看，乐宝也是很幸福的，小时候每天吃吃睡睡，等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也不用自己去找女朋友，直接有一个既漂亮又可爱的女熊空降到了自己的身边。而且在小时候就有了丰富的地理阅历，去过临沂，到过都江堰，成年后飞往了异国他乡。最主要的是，在每一个地方，乐宝都能生活得很自然，不管在哪，乐宝都能让自己吃饱喝足。饲养员们也都很喜欢乐宝这活泼开朗的性格。这是乐宝当时在临沂的画面，乐宝的窝头就像是吃面包片一样，苹果和胡萝卜也是一样管够。而乐宝每次吃东西时，也都很懂事的将手放在检查台上。奶妈检查乐宝身体时，乐宝也会很配合奶妈。乐宝站起身，对奶妈说自己健壮得很。宋爷爷正在去看熊猫宝宝的路上，爷爷隔着窗户观察了一下爱宝和熊猫宝宝。爷爷来到厨房，拿出胡萝卜，打算给爱宝也准备一个礼物。在爷爷的一阵鬼斧神工下，爷爷给胡萝卜雕刻成了100的字样，然后插在了一块窝头上。之后又来到监控前，观察了一下爱宝此时的动态。爷爷表示，此时的爱宝正在给瑞宝喂奶，为了让瑞宝吃饱，所以爷爷没有在这个时间段进去，而是打算等爱宝给瑞宝喂完奶后再进去。因为要尊重动物自己原本的行动或节奏，一旦进行打断，那它就不会再继续了。时间很快过去，爷爷扛着竹子和小零食来到房间。爷爷将竹子放下，胡萝卜喂给爱宝，紧接着又将瑞宝放在了塑料盒里。因为今天不只是熊猫宝宝的100天，也是熊猫宝宝再次互换生活的日子。宋爷爷抱着瑞宝来到房间门口，将瑞宝交给江爷爷。瑞宝和辉宝再一次见面，左侧有点黄黄的是瑞宝，右侧的则是辉宝。有段时间没见面，姐妹俩有点面生了，不过很快姐妹俩又熟悉了起来。辉宝在姐姐身下钻来钻去，一会两个爷爷一人一只熊抱着，对2只熊猫宝宝说着祝福其100天快乐的话。祝福完，宋爷爷抱着辉宝离开。这次轮到辉宝在妈妈身边生活了，辉宝顺便感受了一下逐渐变凉的天气。爷爷稳稳地将辉宝送到爱宝房间，将辉宝放在原地，让辉宝等待妈妈的到来。爱宝坐到辉宝的身边后，辉宝很自然地趴到了爱宝的怀里去吃奶，爱宝则安静地坐着给辉宝吃。一会儿吃完奶后，爱宝累得困着了，辉宝也跟着小睡了一会儿。辉宝醒后，自己趴在栏杆上张望着，很是可爱。等爱宝醒后，爱宝将辉宝抱在怀里，开始了母女俩的幸福时光。下午爷爷来给辉宝测量体重，6.19千克。江爷爷感叹道，辉宝最近吃了很多，已经赶超瑞宝400克了。江爷爷总结道，辉宝吃奶时比瑞宝要聪明，辉宝在吃奶时，不管爱宝什么姿势，都可以让自己吃到奶，而瑞宝则没有妹妹这般机灵，所以体重就要比妹妹轻一些。讲解完后，爷爷开始给爱宝打扫房间，每一块瓷砖都不放过，而一旁的辉宝则不断挪动着身体，使自己翻过来，好在是成功了。而爷爷这儿又开始为瑞宝准备食物了。辉宝的食物是营养奶粉，爷爷用奶瓶小心翼翼地给辉宝喂食着，手上捏着瑞宝的嘴巴，是因为防止其吃饭时进空气而呛到。吃完饭后再拍拍背，这样瑞宝的进食便完成了。江爷爷表示，现在每天喂2次，早8晚8各1次，中间会帮助熊猫宝宝排便消化。而瑞宝和辉宝则有点不一样，辉宝能够一直吃饱为止，但瑞宝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妈妈的奶，瑞宝有点不喜欢奶瓶，不过随着其长大，相信会慢慢习惯的。很期待以后2只熊猫宝宝一起生活的画面。